Stay with me 真夜中のドアを叩き City Pop 为什么好听？用人话讲就是唱起来眼里有光的音乐，听起来觉得自己很有钱的 BGM。那你知道 City Pop 的秘密配方吗？这是 Beats， 我是儿童，小东西大时代。上一期的一张小卡片带出了少年 Jump 的众神叛乱，今天这期我们聊一点不一样的商业，看看泡沫时代的旋律是怎么变成现在的神级 BGM 的。最后也会给大家揭露一个行业秘密。讲起 City Pop 必须提到教父级的山下达郎、竹内玛利亚和他的 Plastic Love。很多人以为 City Pop 是昭和泡沫的神曲，但它成为世界级入口其实是现在的事儿。松原美纪和他的 Stay With Me 就是一场跨越算法、生死代际的当代数字神话。2020年底 TikTok 上爆发了著名的日本母亲系列视频挑战赛，日本年轻人在家里放起这首歌，然后把手机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母亲。当他们听到前奏响起的瞬间，他们的眼睛里突然亮了起来，不自觉地唱出了 Stay with me 真夜中のドアを叩き这首歌在短短几周内迅速席卷全球。它在1979年发行，是当时松原美纪的出道单曲。这场由短视频引发的数字狂欢，创下了不可思议的商业神话，连续18天登顶 Spotify 全球病毒传播榜，还拿下了 Apple Music 全球92个国家的 J-Pop 排行榜的 Top 10，在各大视频平台累计播放迅速破了几亿次。但早在2001年，松原美纪就因为晚期癌症退出歌坛，并迅速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还销毁了自己所有的音乐资料。2004年10月，松原美纪因病去世，年仅才44岁。她一生中最美的那个时光都留给了那个高歌猛进、霓虹闪烁的80年代。她走得太早，根本没有办法料到，在她离开的16年以后，磁带里那个尘封的声音穿过了时空，成了一场由科技和旋律共同完成的数字降神。接下来，如果回到泡沫最后的1988年，在12月走在日本的车站，你一定会听到这首 City Pop 神曲。这是 JR 路东海针对年轻人推出的系列广告，当时15岁的深津绘里主演，采用了山下达郎这首带着哀乐风格的 City Pop 神曲《圣诞夏娃》，它也成了日本泡沫时代圣诞的指定圣歌。City Pop 近几年这么火，但在早期其实不是一个惨字可以形容，这个音乐在当时连个落脚点的地方都没有。Too shy to say it, how you're taking over my mind, but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当年山下达郎和大关妙子在台上第一次唱 City Pop 开山之作的时候，直接被台下观众扔了可乐罐子，有人直接大喊滚下去，这根本不是音乐，听个歌而已，需要这么较真和愤怒吗？还真会。其实人的认知和思想都是被社会和时代洗出来的。我们今天听 City Pop 都会觉得它有泡沫时代的发光感、时髦感和期待感，但它刚开始的时候被评价是靡靡之音、轻浮，没有灵魂。City Pop 是一群向往自由的日本年轻人开了一扇窗，把美国西海岸、纽约录音棚、黑人音乐、东京街头和日本和弦混在了一起，然后端到听众面前。他们在替一个还没有到来的时代提前写下了背景音乐，但台下的人可不想吃这道菜，他们无法理解这是什么鬼旋律，一不流泪，二不沉重，因为他们完全料不到几年之后就会进入所有人都会癫狂的时代。70年代初，日本年轻人是非常愤怒和政治化的，他们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当时的政策，所以主流音乐是批判现实、比较土里土气的那种抗议民谣。但当时一系列社会事件发生以后，学生运动一夜崩塌，年轻人开始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幻灭和虚无感当中，于是开始转向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自己的耳机放什么音乐，周末去哪儿兜风，买什么东西犒劳自己。这种去政治化、追求都市感的社会心理，就是 City Pop 诞生的婴儿房。这时候那个小 baby 也没有想到，1979年索尼 Walkman 诞生，汽车收音机普及和崛起的硬件行业完美合流，让山下达郎和竹内玛利亚迎来了他们第一次黄金时代。1980年，全日本电视机里都在循环播放一条卡带广告，这条广告的 CM 背后就是那个被扔可乐罐子、被公司视为作品毒药的山下达郎，但他只用了一张 Right on Time 瞬间逆转了局面。这首单曲卖了40万张以上，专辑也冲上了公信榜的 Top 1。夸张的是，他40年以后在2023年用黑胶和卡带重新发售，
再次进入了榜单前10。曾经被说成轻浮没有灵魂的这种旋律，成了当时全日本最畅销的声音奢侈品。70年代的很多人听歌喜欢听苦情和命运，听一个人怎么被生活和社会按在地上摩擦，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但 Right on Time 完全不是这个路子，它在当时属于开口贵，就像一辆保时捷冲进了海边公路，抛弃了那种苦哈哈的时代感。你听到的是一个正在变有钱的时代，开始相信生活，相信未来。整首歌旋律是那时候完全没有听过的，莫名新颖好听的感觉。卡带广告里的山下达郎站在海边，整个人的装扮看上去也不像老派歌手，就像一个刚刚从老式审美里跳出来的新人类。City Pop 从他开始真正和昭和商业接上了电。2003年，木村拓哉主演的日剧《Good Luck》，当时的制作方 TBS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主题曲不用流行歌，直接用23年以前的 Right on Time 作为主题曲。这次跨时代的联动产生了很大的化学效应，当时还创下了30%的高收视率。唱片公司也顺势重发单曲 CD， 再次杀进榜单前20，还顺手又卖了几十万张。但山下达郎仅仅只是这个音乐神话的开始。Right on Time 负责承包日本中产的阳光和海滩，山下达郎的太太竹内玛利亚还要用声音抚平整个东京都。1984年，竹内玛利亚推出了由山下担任制作编曲的神作 Plastic Love。 现在很多人知道 City Pop 都是从他这首歌和 Stay With Me 开始的，但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懂日文，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昭和，更没有听过什么80年代日本的那种车载广播，但他们一听这首歌的旋律就懂了，因为 Plastic 这种 City Pop 是一种全世界都市人都熟悉的旋律，你过得很好，当下也很好，未来会更好。这也是为什么 City Pop 会在今天复活。2017年，一位匿名用户用 YT 账号上传了8分钟的 Plastic Love， 配上了竹内玛利亚黑白头像。到了2021年，全球超过5500万观看，最后因为照片的版权被下架了。但这一下子成了全球 City Pop 复兴的关键路口。在这首歌里，竹内玛利亚用最慵懒、最迷人的声线，唱出了一个在东京街头流浪，用金钱和一次性爱情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都市女性。竹内玛利亚成了全日本白领女性的精神 icon。这首歌在当下的互联网火爆，直接催生了多种新潮文化，像未来 Funk、欧美大批卧室音乐人把这首单曲加速重混音，把它变成了复古未来主义流派蒸汽波。2019年，在歌曲发表了35年以后，日本华纳破天荒的给这首老歌补了官方 MV， 目前全球播放量超过了7400万。Plastic Love 是互联网历史上有算法、蒸汽波和全球御宅族共同制造的文艺复兴。为什么 City Pop 在40年以后还有可以击穿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壁垒的这种魔力？因为在基因里它早就被刻下了全球化的工业密码。如果我们把 Stay With Me 和1978年美国 Disco 神作 Gabrielle 放在一起对比，有一个惊人的秘密：从古典节奏、贝斯滑音到乐器的切分音，两首歌的骨架几乎是像素级对称。制作人林泽斯也没有避讳这种模仿。对于当时的日本音乐人来说，美国的成人抒情摇滚、灵魂乐和 Disco 代表着最先进的流行音乐工业。他们像日本第一代汽车工程师钻研欧美发动机一样，研究美国黑人音乐的律动。他们发现美国黑人音乐之所以好听，是因为音乐有稳定和富有弹性的节奏乐器支撑的。然后泡沫时代的日本制作人就开始用非常高的薪水，把洛杉矶、纽约最顶级的这些乐手请到东京来，让他们在录音室里示范如何弹奏出纯正的美国律动。如果只是模仿 City Pop， 充其量就是美式音乐的日本山寨，但他们完成了极致的本土化和改良升华。林泽斯自己透露，当时引入了很复杂的爵士乐和弦，还加入了被称为日本流行乐命脉的王道进行公式。这是什么？用人话来讲，王道进行是一种让人可以又哭又笑的情绪和弦公式。在乐理上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这种和弦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听觉心理，在欢快的跳舞节奏里，天然还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和释怀。所以日本音乐人发现，这个公式如果运用得好，写出来的歌一定会火，而且屡试不爽。大家听过很多歌都是这个公式变相运用得很好的，比如像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和米津玄师的雷蒙，还有 Lisa 的红莲华，甚至在华语乐坛，周董的青花瓷全都是变相的王道进行。它就像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你明知道它是套路，但只要那个经典的和弦响起，大脑多巴胺就会准时分泌。所以这就是 City Pop 真正的工业密码。
美式骨架，日式灵魂。最后让这场逆向商业工程完成闭环的是日本音乐硬件工业的反哺。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不光在创作上完成了美式音乐的消化，在硬件上，电子乐器巨头雅马哈、罗兰开始用本土生产的电子合成器和数字音源，重新定义了全球流行音乐的物理音色。从1972年开始向美国西海岸偷师，到了1982年用硬件和日式和弦反向定义全球流行乐 ，City Pop 的诞生和爆发，其实它并不是文人的无病呻吟。在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用这种一边狂欢一边心碎的旋律，完美抚平了都市人在白天受到的压抑，并为他们晚上的挥金如土写好了最合适的 BGM。日本音乐人用精密机器、雄厚的资本、理性的头脑，为泡沫时代谱了一曲最高规格的幻境盛宴。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全盛时代，山下达郎这对音乐帝王夫妇成了唱片工业的印钞机。山下本人是业内著名的完美主义暴君，在泡沫时代资金无限充裕的状态下，他有全球音乐人最羡慕的特权，不设限的制作工期。在录制1986年专辑 Pocket Music 的时候，因为刚刚引入了复杂的电脑和合成器，山下达郎花了几周时间，就为了在录音棚调一个音色，还下令团队把耗资上千万日元录制半个月的数字母带全部报废，全部推倒重来。这种奢侈浪费在泡沫时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1987年，山下达郎担任竹内玛利亚的专辑 Request 的制作，这张是用真金白银和顶级设备烧出来的唱片，他直接在公信榜单上一举夺魁，还迅速冲破了100万张的销量大关，而且专辑里的每一首歌几乎全部具备主打单曲的完成度和音质。这一对扛下泡沫时代最贵 BGM 的音乐夫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泡沫时代的商业铁律。在经济强盛的时候，对质量的偏执就是最暴力的吸金武器。他们砸下了1亿日元制作费，也变成了一张张经得起时间考验、播放毫无杂质、散发了金钱味道的完美唱片。City Pop 并没有代表一个完美的时代，其实泡沫时代并没有那么干净。东京霓虹灯下有内卷，有房价，有阶层焦虑，也有流浪汉吃不上饭，也有一群人知道泡沫越吹越大，但还是不想醒来。这场由机器、资本、头脑共同编织的盛宴，终究是一场短暂的梦境。90年代初狂飙了10几年的日本泡沫，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塌。唱片公司那些上亿日元的预算人间蒸发，那些耗资千万的录音棚，洛杉矶请来的顶级乐手和法拉利一样价格的录音设备，全部随着时代退潮都被锁进了仓库里。山下达郎把阳光海岸线音乐工业做成了一种非常贵的那种声音。竹内玛利亚把女人的那种空虚感、精致感和自我保护，又唱出了都市人能明白的那种情绪。松原美纪更像一个迟到了40年的幽灵，本人已经离开了舞台，但那句 Stay with me 被科技算法又重新推回了世界中心。以上这些都是 City Pop 的秘密配方，美国黑乐的骨架，日本歌谣的情绪，爵士和弦的高级，再加上索尼啊、雅马哈、汽车音响、FM 广播和烧不完的这些制作费，它是日本流行音乐做的一次大型逆向工程。它拆开了美国最先进的音乐发动机，再装进了日本人的孤独、礼貌、压抑，最后用泡沫时代的钱把它打磨到一点杂质都没有。这里是 Simbiz， 我是儿童。如果你在凌晨听着 City Pop， 突然想起一个根本没有活过的时代，你想的可能不是泡沫时代，你想的是会越来越好的自己。那我们下期见。